OK， 调试了，把灯光调亮了一点，这样就好多了吧。主要是刚刚一个原因是灯光有点暗，然后再加上信号不好，就设置一下。我想想今天是大年初几。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不知道大家新年的时候有没有吃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或者是说什么压岁钱？你们觉得卡吗？其实这个衣服的领子，就要引出接下来这个话题。什么话题呢？我这个新年是在斯里兰卡在斯里兰卡过的。这件衣服就是在斯里兰卡旅游的时候买的，因为那地方20多度、30多，快30度，很热，然后又靠海，所以就买了这样的衬衫。然后我现在回来了，我想想，一共去了7天6晚然后也是看了很多很有意思的风景。比如说，我想想，第一天到我就去了大象孤儿院，正好赶上了那个大象洗澡的这个尾巴，这看到了大象洗澡。就是我一直以为大象洗澡就是可能饲养员拿着那个水管或者什么冲，到了之后才发现他们就是让大象在河里头，然后拿一个水管都是拿水管，但是我以为会在那个棚子里，它就是在一个河里。然后虽然说没有很近距离，但是有大象从我身边走过，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紧接着就去了斯里兰卡最大的商场，然后当时买了什么来着买了一个包，随身带的包，就是因为出去旅游嘛，所以随身带如果太大的包不好，太小的包装不下东西，就买一个随身带的包。那个包就一开始觉得它怎样都好，但后来我穿一个白衬衫的时候，它那个单肩包我发现它挂的位置掉渣，算了，我把这个衬衫脱掉，因为它洗了之后发现它有点缩水，家人们看，它就有点缩水，应该放边上然后这一趟除了这个之外，最大的收获就是感冒，现在还没好，而且感冒还是最后一天感冒，就是回京受罪。到现在这两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整个人要窒息了。你要说在那边感冒的话，那边天气热，我太阳一晒，说不定就很快好了。结果我想想我刚刚唠到哪儿了？唠到去完大象孤儿院，然后商场之后，第二天去出了海，出了海体验了，本来是冲观鲸去的，结果没看到，然后还体验了海钓最后也是没有钓到，然后体验了浮潜，最后什么也没看到。是的，戴那个泳镜，
然后咬个嘴儿，头往海里头一探，什么都看不到，还体验什么还玩了那个桨板，就是坐在那个桨板拿那个划。但是我之前也玩过，就是很早之前在那个我去那个想不起来了，当时在一个河里也玩过那个桨板，所以还稍微没有那么生疏。后来出完海之后，出完海之后干嘛来着？想想，我看一下，我有记那个 tips， 我会忘。去了加勒古堡，加勒古堡看了非常非常好看的落日，因为正好那天虽然说有点阴天嘛，但是最后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个太阳还是探出来了。这个衬衫就是在那个时候买的。还体验了斯里兰卡非常非常出名的那个拍照打卡，那个叫高跷钓鱼，就是在海边嘛，那个沙滩上网上订了那个木桩，然后边上都是竹子，这样就是放一个支脚的地方，就要么是坐着，要么站着钓鱼。哇！之前我会觉得，我说哇，怎么说，很出片，感觉很惬意。到了之后发现，哇，那个浪非常非常的凶，非常非常的凶。当时那个本地人带我上去的时候，快上！好。但是那个竹竿它就是2根竹竿，所以你整个肉脚就是你不能穿鞋上，要容易冲掉，就这样踩上去之后就感觉剧痛无比，然后因为浪凶你还坐不下来，因为屁股全就打湿了，就一直站着拍照，然后拍着我说好了没有，拍完了没有，我要吐死了。想想其实那天就是完全激发了我对以后一个爱好的规划，就是真的很想说尝试一下以后潜水到水里头看看鱼啊什么的。然后紧接着第三天玩了一直以来都没有去尝试过，但是有机会的冲浪。我在斯里兰卡冲浪，其实真的晒黑了，因为我手今天没有戴手套，看到没有？虽然说赶了个早浪，早上7点多就起来了。其实我感觉冲浪，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因为听那个教练，就是他们教我，当地人教我，要先趴，然后脚要抵在那个板尾，就是这样翘起来，然后手要这样贴住，推出去的时候迅速起身，另外一条腿就要成3角形这样快速起身，这样就能冲起来嘛。刚开始其实是有点困难，喝了很多，后来逐渐熟练之后，真站起来，真的站起来了。感觉站起来那一刻，就是我们听到后面带我的那个教练，我在那，哇，超级好玩。以后争取咱就是多学学啊，然后赶到后面跟那些那个很熟练的冲浪的，因为他们非常熟练的都是冲后面那个浪，直接从斜着下。我是就是新手的话，就是靠他推的那个浪一点点往前，他们正常比较熟练的就是那个翻起来的时候斜着冲下去，我也要那样。想想接着冲浪完之后去哪里？再看一下 tips 那天结束了，对，后来就转了酒店，然后第二天去了亚拉国家动物园，
说是可以看到豹子，然后就看到了梅花鹿、孔雀啊、蜥蜴、水牛，五颜六色的小鸟。其实最多的就是牛，超级无敌多，还有就是鹿群，梅花鹿，还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鹿，反正就是身上没有斑点，还带角，但是没有看到豹子。那一趟出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因为我们要坐那个吉普车，那个吉普车前面是通的，两边也是通的。那天呢又带了点小雨，他们那个车速又很快，哇，整个人要吹透了。唉，当时就是全程就是把着边上那个把手，不行，哇，颠死我了。想想，其实我当时想说，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出发那会儿，满脑子都是想的是雨后晴天，哇，这就咱那首歌嘛，雨后晴天，就感觉老爽。但是真正体验到之后，发现好像不是那么个事儿。想想啊，接下来几天我就不详细说，大概去的地方我给大家大概说一下，就是像格雷法里人工湖，格雷法里人工湖，那个地方的景色非常的好看，对面是茶山，然后那天又起了一点小雾，非常有意境。还有打卡了粉红邮局，这个是买的粉红邮局的一个明信片。说到明信片，这个虽然说没有跟明信片关系不大，但是这个是用大象粪便压制成的纸，大象粪纸。那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是什么样子啊？为什么我要闻呢？我再闻一下。有股清香，你别说，哎，好奇怪。嗨，要来吗？你不过来，小十一。好，说到哪儿了？大象粪纸啊，人工湖、粉红邮局啊，还有象牙寺啊，佛牙寺啊，还有皇家植物园，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的猴子，还有松鼠。但是我发现那些地方就是只要是不靠近海边嘛，只要往内陆去一点之后，你会发现好多猴子，身上好多猴子。你甚至我后面甚至住的酒店啊，一开门就能跟猴哥对视，他甚至还偷了我的零食。好，我要详细说一下。大鱼呢？你看到它了吗？给大家看一下。他没有回答我。你看到它了吗？哎，好，去玩吧。但是灯别给我打了，你就躺就完了，躺，哎，对，躺，对，就这样，可以了。哎，他换了个位置躺，他每次都这样。好，我们着重说一下体验的，我去了那个狮子岩，爬狮子岩。说实话，当时看了网上
拍的一些图，我觉得也没有多高嘛。就我爬的时候，因为我没有爬过咱们的5岳，就是很多比较险的我都从来没有体验过，就是我可能对那种楼梯没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但是我真正去爬类似那样的楼梯之后，其实还是会有点心跳加速。然后那天其实是大晴天，但是你也知道斯里兰卡其实是一个多雨的城市，多雨的国家，就是它经常会下雨，就看着那个乌云那边飘过来，然后我登顶的时候下雨了，下雨了。当时就想说，要等雨停再下吗？但是在山上风真的很大，而且那个雨它不是竖着往下落，它是横向拍在自己的身上和脸上。心想说，不能等它雨停了，就雨稍微小一点的时候再下来。然后真的就是在山顶淋雨和在台阶上淋雨，以及在山下淋雨，这些之间选择的时候，最后选择了全都要，就是没有错。在下楼梯的时候，那个雨又下起来了，整个人就是落汤鸡。喝口水。真的晒黑了好多。我想想还有什么来着？爬完狮子岩之后第2天就回国了。但是在回国的时候，就坐在回国的飞机上的时候，我就在想，总结一下咱们这一趟的旅程吧。就是在反复的上车、下车、上车、下车、换酒店、上车、下车过程当中进行。然后每次一上车的时候，我就会问导游，我们今天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要多久？他会说，他会用非常蹩脚的中文说，要3个小时，要5个小时。然后我就本来你知道吗？甚至有的时候我说今天咱们出去要拍一些好看的照片，咱们有一个比较良好的面目，对吧？早上早起了一点，然后甚至拿那个刮的那个板给自己做一个消肿，说好，美好的一天开始，坐上车，下一个目的地3个小时就开始睡了。然后一睡醒之后，整个人又肿回馒头。然后每次拍出来的照片，自拍照拍一下上山。所以这次的照片可能没有很多。然后真的希望以后还是会有机会，甚至自己也会在北京的时候找一点像冲浪体验呐，或者是潜水学习这样的，多去学一些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会对接下来可能下一次自己放假的时候去下一个城市海边城市，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游戏体验。但是总结而言就是咱还是中国人，中国胃每次吃中餐的时候，中餐厅的时候，那个笑容才是发自内心的。一吃一口，就是这个味儿，然后每次吃，不是说他们当地的那些美食不好吃就是我自己个人吃的这种不太习惯。通常这一顿每次一顿就要吃很多因为你得算上闹肚子。
但是呢，我们说到过年啊，虽然说没能回老家，不能和家人啊、亲戚长辈一起过年，但是年30当晚还是和家人视频，共度这个美好的新年。那说到新年，说到老家，我们就不得不提我们现在在播放这首歌了，《故乡月》，好听吗？别指望我唱，我现在这个状态真的唱不了了，唱不动。我想想，《故乡月》这首歌，其实当时拍摄 MV 的时候，虽然说工期很短，任务很重，但是还是很圆满的，就是完成了这个任务，也中间没有什么人打扰。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事情。然后，我记得我们第一场戏是在那个橘子山嘛，橘子山上。当时一开始还不敢吃，我问说这个橘子可以吃的吗？吃没事，付了钱的。我说好，然后但是我一心想，我说众所周知过年的时候，过完年很多小孩儿，或者是像我这样的，过了一个年之后回来，它会变黄，为啥子呢？橘子吃多了，就砂糖橘那种小橘子。我这就当时就心想，我说寻思说吃一点儿，吃了仨，还单只是橘子山那天那一场。后来又去了那个老家嘛，就那个景，然后外婆家，对，叫外婆家，那个景叫外婆家。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心想，我说因为有个吐那个橘子籽儿那个戏，我寻思说他应该是会把那个橘子就是那个籽儿，就是替现成的吧。谁成想现吃，老师就到那之后给我俩橘子，我拎着捧，啥意思？吃吧，吐。那天那场戏好像吃了3个还是，但真的没少吃，因为一条一条弄，一条一条拍，然后你还得往嘴里头多塞点橘子籽储备，再加上我这个人又贪点那个贪玩，就吃多了一点。当然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从厦门回京的时候，一回家照镜子，第二天从北京的第二天睡醒一照镜子，这么黄吗？甚至这是有点不敢相信。感冒真的太难受了。要不要换一首歌？换一首《深海漫游深海》。耶、想想过年拍的那个鱼志朋友圈，大家看了吗？就是给小11和大鱼圈，好吧。大鱼布置新家布置家，就是贴春联的一期，看了吗？
真是要调整一下。你们总说啊，我的两只猫穿上衣服之后就会变成呆子，是吧？就是完全动不了。所以咱们这次就给它调整了一下，给它穿上了那个围脖，也很喜庆，对吗？啊，其实每一次拍摄这样的物料的时候，就是需要拍猫猫的物料的时候，怎么让它安分的，就是窝在那儿，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问题。每次就是可能你们看到的就是那几分钟，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抓猫。是的。我想想，还有点不知道该说啥了，忘点啥呢？还看不到呢。唉，下一首歌，来趁黎明来临之前说爱吧，可以噻。我们不如来聊聊年后，年后的计划。对，其实，年后现在已知，有些不能说，哎，猫毛飞鼻子里了，就有些不能说，但确实是准备了很多的东西。接下来这段时间就是要紧锣密鼓的投入到跟关于新专辑啊这样的录制啊，然后和接下来的巡练，而且这次接下来的巡演呢，其实会做一些不一样的调整，我们会唱没有唱过歌，会一个全新的面貌跟大家见面。是的，所以这一次大家也可以浅浅期待一下。而且，猫毛乱飞，谁说谁说阿比不掉毛的？全是猫毛。啊我要说啊对，而且我明天就要开工了。要不你帮我说点？你怎么闭眼了呢？好吧。大家明天是不是要返工了？今天23号，23号，23号是年初几呀？我看一下日历，正月初七，明天是正月初8。你们返工是几天？初10、初9？明天就返工了。不过也还好，因为距离我预测啊，距离跟咱们下次见面的时间真的其实没有很长，尽早返工也可以让我有更多时间去准备去练习。
出发，对啊，出发返工啊，大家都是出发返工。哦，好吧。好，那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就先这样啦。那先给大家拜个晚年了，新年快乐！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顺风顺水、顺财神、身体健康。OK，好了，那我们就先这样，See you，拜拜。